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有着中国第一古商城称呼的洪江古商城。说到洪江的历史，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3000年时期的商周先民，他们已经在这里活动聚居了。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了烟火万家的巨镇，以集散桐油、木材等闻名，有着湘西明珠、小重庆、小南京、西南大都会之美称。听到这些形容的，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商贸重镇，贸易往来呢非常繁忙。如今这个地方依旧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有如一幅直观明清时期的《清明上河图》一般，也是我国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古城之一。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建筑，比方说会馆、商行、客栈、镖局、报社、烟馆，还有青楼等等，总共大概有古时候的建筑381栋，规模之大，气势之雄，建筑之齐，保存之好，为国内罕见。它这边的建筑也非常有特色啊，大部分建于明末清初，很多是斗拱造型，清一色的青瓦灰墙，飞檐翘角，雕龙画凤。这里的房屋大部分是结合了徽派建筑与江南民居的特色。我们现在准备去这个古城里面走一走，今天主要来看一下清朝的青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的第一栋建筑也是一个商铺，它是2层的。这个房屋有一个独特的说法，叫做印子屋，它是集交易、居住、仓储于一体，大门沿街而开，便于做生意。1楼主要用于交易经商之用，宽敞通达。2楼主要作为仓储之用，那里面呢还可以住人的。整个建筑呢具有十分浓厚的商业信息，是典型的商机合一的古建筑。整个这个古商城印子屋呢非常多，一般都是按照井字排列，错落有致，所以走在这个古商城道路呢纵横交错，你一不小心可能会就迷路，从而在这个古商城形成了7冲8巷9条街的独特格局，也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古商城的大。在古印屋的群巷内，基本上都是青石板路，你看这些房屋都是跟徽派建筑很相像的，非常高。因为徽派建筑他们当时有个风格，就是马头墙，然后院墙很高，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低调，因为当时家里的男丁都出去做生意了，在家里留下的就是妇女、儿童跟老人，所以他们建筑的房屋呢有一点防御性质的。这里看起来是一条普通的巷道，而且宽度大概只有1米，但是呢它被称之是中国最奇回音壁，就是走在这里面有回音。我们之前在很多地方看到回音壁或者回音石头，这里的奇特之处在于，我们现在说话是没有回音的，只有走到特定的地方才有回音。就是这个位置，回音来了，大家能不能听得到？很奇特吧？现在没有，但是往前走2步就有了，就这个位置。你好，这回音就很大。我再往前走2步，这里就没有了。就是在这个位置才会有回音，这个是很神奇吧？我们平时看的回音墙或者回音石头都是走到那里就有，但这里例外呀，这个没人能够解释得清楚，所以被称之为最奇特的。继续来看一栋建筑，这里是叫做离京局，就是在1855年建立的，相当于是税务局，是清政府在洪江设立的税收机构，主要得通过这个地方水陆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捐税厘金。这个是一个大堂，奉旨抽厘。这边是他们办公的地方，我现在就坐在这个办公的位置。那么当时他可能一本账册，你这是有多少货物，按照这个上面怎么计算，然后算出来要交多少税，然后呢交完这张是不是凭证，用一个毛笔写好，张三某年某月运送了多少货物过来，已交多少，给他们拿走，那这个就是凭证了。应该是这样操作方式吧，我猜想可能是啊。既然是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它钱庄是必不可少的，镖局、钱庄都有。他这一家呢是当时23家钱庄里面最大的一家。听到23家也能够想象出这个地方的繁华，因为钱庄嘛就跟银行一样，这个地方有这么多银行，就证明啊
这个地方的财富流通非常大，要不然也消耗不了这么多钱章。在这个里面呢，还有金库，等一下去看看。它这边还有那个换银的地方，因为金银比较重嘛，携带不方便，所以我们经常看影视剧中有银票。那他们比方说从北京来的人，他就带着银票过来这个钱庄换就行了，就跟我们现在的支付一样，你只要手机上有，你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这里就是它的金库，上下2层的，在很多古镇或者很多地主大院都有金库。如果大家去山西的平遥古城，它那里也有很多钱庄保存下来的，也有金库的。大家看到这种装饰，就应该猜想得到青楼快到了。一般青楼的颜色都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前方就是青楼所在地。传说中的青楼就在这个地方，绍兴班。大家猜一猜这个青楼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清朝咸丰年间，就是慈禧的老公那个时候建立的，到现在已经有160、70年左右的时间了。绍兴班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很文艺的，因为在古代它不可能直接取名那个青楼嘛。它这里是2栋建筑，都是2层，主体建筑是叫做绍兴班，副体建筑是叫做和风院。主体呢就是青楼女子居住的，附属建筑呢和风院是属于那些被来这个地方的商人或者大户人家或者地主赎身的女子居住的地方。那么我们呢就得去青楼里面看看他们有什么，以前居住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之前在陕西有一个青木川古镇看到了青楼，不过呢那个可能没有多大，这里的话可能会大一点。和风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青楼的附属建筑，被赎身的女子居住在2楼，中间前面就是青楼女子表演的地方。那在这附近的那些商人或者是土豪，他来到这个地方就会看一看表演。那么我们一般来到青楼就会发现都会有这4幅图，代表了中国古代的4大美女。大家看一下，能对应得出来是哪一个吧？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刚好就是他们4个人的形容。那当时来的商人很多就是坐在这2侧聊天的，看他们表演的。在清朝那个时期，这里估计非常热闹，有一些商人他来这里呢是看表演，有一些呢可能邀上几个人一起在这里喝茶都有。青楼我们得说一下，因为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青楼的出镜率、出场率是极高，是不好的代名词。其实青楼以前呢是指豪华精致的雅舍，只不过呢到了后期慢慢的就变了意思了。那青楼最早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当时齐国的丞相管仲，这个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把齐国治理的日渐强大。某一天在出门走访的时候，发现他的首都以及偏僻的角落还有很多流浪女子，过的生活很一般。管仲呢一问才知道呢，是经常发生战乱，导致很多无依无靠的女子流离失所。管仲就想齐国作为天下的霸主，怎么允许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呢？于是就专门下令了建造一所大楼，专门收留这些流浪女子，并负责他们的基本生活。结果这个消息传到各个地方，其他的流浪女子呢也全部蜂拥而至，人越来越多。那人越多，就要建造新的楼馆来安置这些女子，如果一直白养的话就很吃力。管仲呢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命人在这些女子里面
挑一些才艺比较好或者比较漂亮的女子，在这个大楼里面搭一个舞台，让他们表演才艺，从而来增加收入。管仲这个办法呢大受欢迎，从开门营业起，当时的这个楼就成了最热闹的场所，于是呢青楼就这样来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青楼还指豪华精致的雅舍，南开朱门，北望青楼。在那个时期，青楼还是高雅的代名词。当然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青楼是属于清朝的，跟之前的青楼可不一样。我们说了这么久的青楼，来看一下清朝青楼女子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她的卧室。大家看过内部的场景没有？床、桌子、衣柜等等。这个床感觉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吧，还是挺别致的。当时的青楼女子就居住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她的卧室。左边这些都是她的梳妆打扮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化妆。那么青楼女子她吃饭是不是也在这里？我们经常现在叫外卖，她当时呢应该也是有专门的人送饭过来的，也可以说称之为外卖吧。当然这有些地方呢是我们现在重新修建的，但是当时整体的布局应该差不多。那么大家看完青楼女子的卧室，你敢住吗？因为这种装修风格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在这个青楼旁边有一条小巷子，你看弯弯曲曲的，跟九曲黄河一样。这个呢就是一条密道，来这里的那个文人墨客也好，商人也好，他呢生怕遇到熟人，你想同事或者是同乡看到都不好。另外一点呢，那些商人呐，或者其他的人，他也怕家里的妻子看到了，如果听到风声，他们立马就从这条小路走到其他地方。在清朝，他们建立这个青楼考虑的还挺多的。总体看这个房屋还算是高端大气。青楼内部的真实场景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样子。